哎呀，这也太恶心人了！大家看着了吧？这做啥吃的？大家这爱吃的人多吧？一般我发现女同志和小孩吃这玩意吃的多啊，吓不吓人？这家伙，哎呀妈，这恶心人！大家知道这是啥了吧？我也不说的太明白，大家都懂，懂的都懂。哎呀，这吃完之后人能好啊？太祸祸人了！大家看着，这指的是啥吗？这就是咱们早餐喝的豆浆，哪是黄豆做的，哪是黄豆磨的？哎，看看加点这玩意儿，就马上就变色，看着了吗？马上就变色。一会儿再放点白糖，放点乱七八糟的，看看小白糖一上，一会儿就甜了。今晚就这样操作的，来。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从前人们会说我吃啥狗吃啥，但现在这个情况似乎是反过来了。都说小狗的嗅觉比较灵敏，人们在外面常买的餐食，小狗却不肯吃。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我买了一份鸭肠，就你吃这玩意儿，狗都不吃，信不信？啊？找狗试试。好，找狗试试。狗不吃，我也不敢吃了。今天1根云根加。我是两人。狗子不吃。我也不敢吃了。淀粉肠，不是你都不吃吗？我都不吃啊！啊？你尝尝。小狗不吃预制菜。来，吃方便。方便面它吃，还是不吃？吃饭对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但在中共之下，中国人面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却显得十分的艰难。因为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蔬菜很多都是用各种农药和科技狠活催熟的。就连鸡肉与活鱼也难逃被注射不明液体的厄运。有网友说，大陆人出了国，尤其到了台湾或日本，才能真正尝到食材的原味儿。原来牛奶还可以这么香浓，肉类与海鲜还可以这么新鲜无异味儿，蔬果可以不必洗就可以生吃。在墙内待上一辈子的人，真的无法体会到食物的真正美味。一名食品商家录制视频，说出了这个行业的诸多黑幕。你会看配料表，我就会写藏头诗。粉面子不叫粉面子，叫大豆拉丝蛋白。19块钱你能买到80根。内蒙古超干牛肉干180块钱一斤，我只用了1/10的价格，做出了一样的总量。我做牛肉干的那头牛，到现在在牛肉加工厂也只还是个轻伤。有人说这种品质的牛肉干，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给狗都不吃。这是卖50多块钱的纯牛肉干，就这一个塑封膜里至少有3头牛。这头3岁 O 型血，这头5岁 B 型血，这头
应该有100来岁了，是 AB 型胸毛蟹。这种塑封型牛肉干不是为了更好的保存牛肉、提高口感，而是不真空、不做成条，它不成形啊！纯牛边角料啊，卖19.9块，他妈还得挣5块。那些干冻品批发的啊，没准1年人家能买台劳斯莱斯。我是个食品贩子啊，冻货我一直没做，原因是不敢。冻1个月以上的速冻烤肠跟冻2年的甩我面前，我分不清哪个是1个月的。爆个料啊！网上那种卖400克的牛肉水饺，河南那边供应商给我报价2块钱1包，还得是新日期的，还得挣我钱。我加1块钱就能甩到超市手里了，狠不狠活咱们就别聊了啊，就问他暴不暴利。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平时吃的牛肉干与水饺等背后的黑幕，的确让人是触目惊心。一名厨师也揭露出了餐厅的行业黑幕。今天揭秘个别无良商家金汤发酵机的无耻违法做法。首先，锅里自来水烧开，这时来点这个香浓鸡汤干往里面一倒，嘿，你猜怎么着？自来水嘎的一下就变成了一锅鸡汤。接着把蒸熟的鸡块搞里头，冰冻的袋装发酵也抓一些搞里头，剩的这个汤色颜色也不行，这时再来上一些浓缩鸡汤干倒在里面搅动搅动，这颜色嘎的一下就变成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金汤了。接着盐、鸡精、味精、胡椒粉搞里调好味道，再把改好刀的冰冻鲍鱼搞里头，红枣枸杞搞里头，这不是捞的一下一份科技金汤发酵机就做好了吗？如果不是知情人的揭秘，很难想象这样看似色香味俱全、看似营养丰富的肉汤，竟然也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儿。前段时间端午节，大量粽子滞销的视频让人印象十分深刻。究其原因，除了不少人因为收入下降而缩减开支，选择少买或不买粽子外，也有黑心的粽子让人望而却步。有网友问怎么买的粽叶糯米被染色了？今天揭秘各位无良商家粽子的科技做法。首先有无良商家用这种品相不好的陈年干粽叶包成新鲜粽叶来卖，他是咋做的呢？先把这个硫酸铜倒在这个自来水里面，硫酸铜这玩意儿俗称南矾、胆矾，对人体和环境有一定危害。接着再把这个陈年干粽叶丢在这个硫酸铜水里面，放在水上煮开。现在煮了几分钟了，大家看面上没沾到水的还是干房粽叶。咱现在翻个篇儿，看看下面被水煮过的，看到没有？已经都变绿了，吓人啊，哥们儿！现在两边煮好了，拿过来跟没煮的做个比较，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呀！把这个没煮过的丢里面泡一份，又能变绿，这个就是行内话叫做反清粽叶。无良商家就是这样把品相不好的干粽叶这样处理一下，包装品质好的新鲜粽叶来卖。然后这叶子有点异味的，有无良商家还会再放点粽叶香精，这玩意儿一打开，好浓的一股粽香味了。来一点搞里头，这小味儿捞的一下就起来了。然后有网友说，有无知的老一辈人包粽子糯米里面会加点硼砂，用来抱团抠弹，不沾粽叶，真的是浮屠啊！硼砂这玩意儿，成人超过3克就会中毒，超过15克就会嘎掉的，千万要改掉这样的陋习啊！把加了硼砂的糯米用这个反清粽叶来包个粽子，大家看看这样的粽子是什么样的品相。现在正好把它从蒸箱拿出来，打开看看。这不和刚开始网友展示的图片一毛一样吗？反清粽叶会掉色，这加了硼砂的糯米也爆团了，一点都不沾粽叶。看来食品黑幕已经蔓延到看似无害的粽子上了。泡椒鸡爪是很多人喜欢吃的解馋零食，但这背后也有很多触目惊心的科技。首先，无良商家会买一些价格低廉、质量比较差的次品冻货鸡爪，我这用来做演示的还是质量还行的，有的都发乌发黄没法看。然后因为品相不好看，他们会加入这个双氧水，也就是过氧化氢，接着再加入一勺这个活碱，也就是氢氧化钠。这两个玩意儿产生的化学反应是用来给鸡爪漂白保鲜、做美白处理的。然后再放点这个鸡爪膨胀剂，这看起来肉不肥不褐的鸡爪会像瘦子变成胖子一样膨胀起来。现在泡几个小时，看看鸡爪会变成啥样子。好，泡了6个小时，大家看这鸡爪果然变得又白又肥了。拿这个没泡过的正常鸡爪做个对比，这简直一个天一个地，白的吓人啊，伙计！然后把这个双氧水倒掉，用水冲一下，接着到锅里煮熟。大家看，煮熟之后它就没有刚刚那么胖了，也没有那么白了。煮熟的鸡爪子再用冷水冲一下，接着剪指甲改刀就可以凉拌了。小米辣搞里头，蒜泥、盐糖、味精、生抽、陈醋、辣鲜豆等调好的料汁搞里头。然后有个别商家为了更好吃，会放入这个泡爪香粉，用来增香增肥味。还有的会放入这个泡爪增重增脆保鲜剂，这玩意儿配料表就是3聚硫酸钠和脱氢乙酸钠等一些保水剂和防腐剂。放了这东西的鸡爪在外面放很久都不会碎，今天卖不了，明天后天它都可以接着卖。这玩意儿是1%的使用量，如果有无良商家不小心放多了，超量了就会对人身体产生危害了。现在有做泡椒口味鸡爪的，为了省泡椒成本，放几个泡椒当演员，再放点泡椒香精膏，用来增加泡椒的酸辣味道，来点柠檬片，把它们搅拌均匀，腌几个小时，无良商家就会拿去卖了。一名外卖小哥似乎是目睹了太多行业的内幕，好心拍视频披露外卖食品的黑幕。作为美食界的搬运工，有些餐我是真不好意思送给你。
我亲眼看见一些烧烤店商家在白天备货的时候，一盆盆刚从冰箱里拿出那些冻肉，就摆在他们门口地上。大夏天的时候，苍蝇啊、蚊子啊，都在上面愉快的过家家。那些肉颜色白的、红的，好嘛？你要是看见过那些肉，你那个外卖绝对吃不下去。老板就戴那个黑乎乎的手套，直接给那个肉撒料。还有一些商家菜根本就不洗，随便扒了几下，然后胡乱切就直接下锅炒了。再有看见那个所谓的那叫把水果榨成汁儿那个东西，他既然为了尝尝口味对不对，就对着榨汁那杯尝完之后呢，直接再往里加。至于那些过期的食品与零食，也被无良商家集中处理。在工厂的车间里，我亲眼见证了一场令人惊叹的资源再生过程。成箱的过期食品，从膨化零食到饼干糕点，从糖果巧克力到各类干货，不分种类的被送入一台巨大的处理设备。这台机器发出低沉的轰鸣声，首先将各类食品彻底粉碎成细小颗粒，随后经过多道精细研磨工序，这些原本要被丢弃的食品竟然变成了一堆细腻均匀的粉末。最令人称奇的是，这些粉末将被重新利用，变废为宝，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再生。整个处理过程既高效又环保。有无良商家用硼砂腌制猪肉，使得肉看起来比较新鲜；也有商家在制作猪肉丸时加入硼砂，这样的肉丸竟卖出去了4000斤。传说中的硼砂猪肉被我买到了，切开看了，里面的颜色和外面的颜色就是不一样。而成年人只要摄入15克硼砂，儿童误食5克硼砂就将导致丧生。看来有些人为了钱竟能干出这种事情。有网友表示，中共在食品安全上的彻底失职，这不仅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更是对法律的严重挑战。看了这些视频，大陆零食和外卖食品你还敢吃吗？而这也让人不禁产生疑问，那些中共官员们吃的又是什么呢？一名知情人给出了答案。我从业这几年来呢，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和全国的这些种植粮食的、种植瓜果蔬菜的，以及做这个家禽养殖这方面的人打交道打得比较多，而且全国各地我跑的地方也比较多。我先就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我们这些养殖户、种植户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是采取了非常传统的方式在进行种植和养殖，但是他们种植养殖出来的产品呢，一定是100%不流向市场的。那至于流向谁的呢？我也做过调查，基本上都是提供给某些人吃，对吧？我曾经去过很多一些这种传统农业的一些基地里面去看过，那里面的蔬菜、瓜果，包括养殖的很多家禽，真的跟我们在外面吃到的完全100%不一样。但是这些东西呢，他们不在市场上面流通，他们都是一种定向流通的方式，流向那些特定的人群，给他们那些人吃。看来中共各级官员们对自己平时吃什么还是非常在意的，他们也很注重食用的瓜果蔬菜、肉类、禽类，都是采用传统的种植养殖方式。但普通的中国民众们却没有这样的待遇。很多人只要能吃饱饭就已经是很知足了，不少人为了省一点生活的开销，还专门在网上货比三家，看哪家食品卖得更便宜，却在不知不觉中吃坏了身体。看来生活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想吃一口纯天然的干净的放心食品，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奢望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